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在江苏苏州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，位于太湖之上最大的岛西山岛附属岛屿的一个湖中村，带大家在这个美丽的乡村走一走。这个村子叫做横山村，位于江苏的太湖之上，四面环湖，可以说是一个与世隔绝、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这一潭水呢，就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小池塘。其实这个水呢，也是太湖里面的水，但是它就特别的清澈，能够清晰的看到水底。而现在太湖的水比较浑浊，刚刚也和本地人聊了，为什么现在太湖的水这么浑呢？是因为最近寒潮，再加上一直刮风。想要来到这个村子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现在正在修的与西山景区的跨湖大桥。以前呢是有一座老桥的，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座老桥，有几十年时间了，都是大石头什么堆起来的。据当地人说，之前这是一座高桥，有5个桥孔。这还有标牌呢，横山岛路。进村口呢，有奶奶在这里卖一些鸡蛋，还有小水果。刚刚我也买了一些橘子，这橘子挺好吃的。鸡蛋不用了。刚刚买了，奶奶买了橘子。够了够了。刚刚和这里的本地人呢聊了挺长时间，就比如正对面正在建设一栋3层的楼房，也可以称之为别墅。我还和大叔聊呢，我说你这一栋房子100万行吗？他说最少要100多万，加上装修。在这个村子建设100多万的房子非常的普遍，建成之后呢，也就是像对面那个黑瓦白墙，而且这个村子目前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老房子，大家敢相信吗？刚刚我跟这位奶奶聊了一下，她家的房子有130年了，哇！奶奶，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可以的。好好好，咱们看一看。130年前的房子，进门口呢就是厨房，这种是土灶，我们老家也是用土灶的，烧柴火的嘛。你们老家在哪里？我老家是安徽的。哦，这个就是装菜什么的。我们从外面再看一下，门口放的都是柴火。这边，它这个不是四合院的，不是四合院。像这栋房子呢，有一些类似于安徽的黄山那边的徽派建筑，这还是一个2层的呢，木质楼梯可以上去。像这个隔层上面是干什么用的？刚刚奶奶说就放一些柴火呀，一些杂物在上面。这个岛上呢，现在还可以进行自建房。刚刚我已经看到好几栋正在建设的房子，也有车辆拉钢筋什么的。这上面呢，就是一栋非常豪华的别墅，大家看一下。刚刚也看到老板了，老板说可以拍的，非常的客气。来到这个村子，本地村民啊都是很热情的，所以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也让人很暖心。它本身啊就是一家民宿，应该算是中高端的。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好，下面呢还有一个游泳池，不过现在没有搞好呢。从这里看景怎么样？可以俯瞰一些村容村貌以及太湖和对面的西山景区，这个位置也可以看日出日落。西山景区也是太湖上最大的一个岛，
它的东西长有15公里，南北宽有11公里，面积是79.8平方公里。前面这一栋呢，也是当地正在建设的楼房，也是具有着苏州的一些建筑风格。看一看，就差内部的装修了。而在前面有一栋超级豪宅，它是园林式的建筑，这也是通过本地人才知道的。他们说呢，给几千万都是不卖的。说白了就是私家园林，高墙大院的，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，要从空中的视角去看。而且它旁边就是太湖，出门就可以看到太湖的风景。这里的空气真是太好了，鸟儿在竹林中叽叽喳喳的鸣叫，鸟语花香呀。这个岛上呢，盛产枇杷和茶叶，从路边的大石头也可以看出历史年代的沧桑感。这一栋老房子应该是年久失修了，上面还贴着呢，危房危险请勿靠近，也没有人住了。这边也是老房子，统一的风格。这个村子全部都是并排建设在前山，居住在这一块，而后山呢是不住人的，后山只种茶叶和枇杷。他们当地呢都有捕鱼船，就是前面这种，但你一定要持有捕鱼证。这一条船一年最少能赚几十万。清幽静谧，很多有钱人啊都来到这个村子进行度假，有的是直接租他们村民的房子，有的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这边买了地皮，很多还不是这里的人，是来自外省的。我看到这个村子呢，老年人居多，是养老的好地方。大家想一想嘛，对吧？而且在这上面我觉得能够长寿。从这些老房子就可以看出，在几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间，这里是多么贫穷的。用本地大叔一句话说，就是穷得不得了啊。这些老房子呢，也是依山而建，山上的都已经不住人了。看一看里面，也是年久失修了。在最早的时候，这里又没有交通，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乘船。看看这漫山遍野的枇杷树，全部都是的，还有他们本地村民家的菜地。为了防止沙土下陷呢，一层层的全部都是用大石头给堆起来拦住了。这些石头嘛，就是山上自有的，一般都是就地取材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特别美吧，真是如世外桃源般呀。对面那个岛上的村子呢，是叫做阴山村。太湖大家都知道盛产鱼和虾，太湖有3白，白鱼、白虾和银鱼。这里离苏州市区是有40-50公里的路程，开车也要将近1个小时。旅游业也带动了这里的发展，村子里面年轻人比较少，基本上都在苏州市区啊有房子，也在市里面打拼奋斗。但这里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，如果到老了你愿意来吗？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